檢查出懷孕的第2天，傅凌霄決定把我當成禮物送到死對頭的床上。我站在書房門口，忍着淚，聽見他在低聲安慰我曾經的好閨蜜。等媒體拍到他們在一起，你就可以解除跟於墨的婚約，還可以讓他把公司股份還給你。可是他似乎忘記了，我們的婚禮就在1個月後的春節，被當成禮物送走那天是跨年夜，也是我的生日。我哭着求他不要送走我，一定還有別的解決辦法。他冷酷的眉眼微挑，文熙是你的好朋友，你為他犧牲點名譽也不要緊。所有人都在嘲笑我的不自量力，想看我如何死皮賴臉挽回他。當天，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將我困在狹小的床榻上，死裡逃生的我將他狠狠遺忘。傅凌霄卻紅了眼，凝視我懵懂的目光，一遍遍道：“蘭綺，你看看我，我是你最愛的凌霄哥哥。我們曾經還有過一個孩子。”我歪歪頭，不懂，你是誰呀？為什麼對着我哭？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蘭小姐，你現在孕5週，孩子還有點不穩定，需要臥床靜養1個月，別擔心，回家按時吃一些中藥就可以了。產科醫生面帶笑容跟我說了好多注意事項，我一條條都認真記下，迫不及待想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傅凌霄。他總是看起來冷冰冰的，一點也不好親近的樣子，只有我知道，他在每一個熾熱滾燙的夜晚急切地需要我。我喜歡他那樣的瘋狂和索取，我們的孩子就是最好的見證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反覆構思合理的措辭。凌霄哥，我們有孩子了，你可以不可以讓我把小咪接回來？醫生說，科學養寵會讓提高孩子的抵抗力哦。可所有未出口的話語都被堵在喉嚨裡面。文熙今晚有應酬，我去接她，晚點回家。我望着手機屏幕上乾巴巴的這句話，打電話過去，想在第一時間跟他分享這個好消息。您撥的電話正在通話中，您撥的用戶已關機。我呆呆坐在臥房中，低頭看着檢查報告，一個勁掉眼淚。文熙回國以後，傅凌霄就像是變了個人，說好的陪我去看演唱會，我拿着前3排的票等在會場門口3個小時。一直到我最喜歡的歌曲演唱完畢，才收到他姍姍來遲的消息。抱歉，文熙臨時有個方案需要優化細節，我忘記來找你。現在去還來得及嗎？我看了看身邊逐漸散場的觀眾，忍下心裡的難過，問他可以來接我嗎？半個小時以後，他給我轉賬5萬元。乖，想買什麼自己挑，我還在做方案。結束了就早點回來吧。我默默收了轉賬，淚水忍不住啪嗒啪嗒落下。我安慰自己，或許是我過於敏感，他在忙工作，不是為了文熙故意將我拋下。現在想起來，那僅僅只是個開始而已。後來無數個晚歸的日子裡，我和傅凌霄之間的話語越來越少，只剩下他偶爾的瘋狂，讓我覺得他還愛我。文熙說，他一接近傅凌霄就不斷打噴嚏。他紅着眼，無比低落道：“也對，我離開3年，你跟蘭綺已經訂婚了。他喜歡收養流浪貓，你們家的小貓一定很可愛吧？可惜我對貓毛過敏，不能再像以前一樣跟你好好吃一頓完整的飯了。”傅凌霄黑了臉，當晚回家就要送走我的小咪。我抱着小咪哭得傷心。訂婚3年，小咪陪我的時間比傅凌霄還要多，我捨不得他。我摸摸空蕩蕩的貓爬架，收起心裡的不高興，就說我離不開小咪，有了他我會更加踏實的養胎。傅凌霄應該會同意將小咪接回來的吧？
得知我懷孕的第一天晚上，我沉沉睡去，光怪陸離的夢境中，小咪在烈烈大火中叫得撕心裂肺。我乍然驚夢，仔細聽聽，書房有人，傅凌霄回來了。檢查出懷孕的第二天，傅凌霄決定把我當成禮物送到死對頭的床上。我站在書房門口，忍着淚聽見他在低聲安慰我的好閨蜜，等媒體拍到他們在一起，你就可以解除跟於墨的婚約，還可以讓他把公司股份還給你。可是他似乎忘記了，我們的婚禮就在1個月後的春節。我敲門的手頓住，無措地藏好檢查單，倉促中不小心推開半掩着的門。傅凌霄眼底深沉，黑得可怕。文熙正倚靠在他的懷中，惶惶垂淚。蘭綺，你怎麼偷聽我們說話呀？我和凌霄哥在談競標項目，都是商業機密，多一個人知道，就多一份風險。我氣結，渾身哆嗦地問傅凌霄：“你剛才說要把我送到你死對頭於墨的床上？”傅凌霄皺眉。只是做戲而已，既然你都聽見了，就準備一下吧。後天晚上你打扮得漂亮點，穿上那件淡竹葉的旗袍，看起來跟文熙有7分像，應該能騙過於墨。我腦子宕機，一字一句分析所有組合在一起的話語。傅凌霄無所在乎的眼眸裡冷冰冰，我強行壓下蓄勢待發的怒火。後天？你還記得後天是什麼日子嗎？我們還有1個月就要結婚了，你怎麼可以拿我的名聲開玩笑？你有沒有考慮過，我落到於墨手裡面，他不就有理由要挾做一些更荒唐的事情嗎？此話一出，我忽然脊背發涼。文熙仍然保持着跟傅凌霄肩並肩坐着的親密，俊男靚女，我站在他們的圈子外面，倒像是那個外人。文熙懶洋洋道：“蘭綺，當初要不是因為我出國深造，也輪不到你跟凌霄哥訂婚。我不喜歡於墨，正好你幫我這個忙，就當是還我這個人情。我也不是跟你搶凌雲哥，等你回來以後，還是可以跟他繼續商量結婚的事情。我現在是凌霄哥的合作夥伴，總有這個鬧心的婚事擋着。我辦公的時候會分心。”我被文熙這一番茶言茶語惡心到了。礙於我們之前的友誼，我還是決定要講一講道理。當初是你自己願意跟於墨聯姻，現在看着於家股票持續下跌，你又想要取消婚約，你的婚事要我和凌霄給你擺平。夠了，你要是太閒，就回去做你的手工。傅凌霄不耐，凝視我的眼神竟然充滿厭惡。後天是你的生日，到時候我會舉辦一個小型晚會，你就配合一下，拍幾張照片。等文熙順利跟於墨取消婚約以後，我們就結婚。我簡直不能相信傅凌霄在說什麼蠢話。藏在袖口的報告單被我緊緊捏出褶子。為了我的名譽，還有孩子的未來，我不想沾染這些花邊緋聞，再次拒絕他的提議，收好報告單，準備回爸媽家住。張嫂，看好他，這3天不准他離開別墅半步。文熙是你的朋友，這麼點小事你都不樂意幫他，算了。蘭綺一直把我當作想象中的情敵，這麼多年我也都習慣了。要不我們再找個人做這個事情吧。文熙拉住傅凌霄，委委屈屈的語氣裡面，像是已經對我又無限的包容和擔待。傅凌霄怒道：“我家也是你可以隨便進出的地方嗎？以後文熙留在江城，我們還有很多業務上的往來，難道就因為你不高興，我就跟他合作了嗎？給於墨下套的人必須是你，要是換了其他小模特，於墨自己就解決了，根本輪不到我們來插手。”我痴痴望着傅凌霄冷峻的側顏。清晨的朝陽下，他金貴俯下身，
耐心地給文熙繫好鞋帶。文熙在他看不到的視角中，斜斜覷着我，帶着勝利者獨有的爛漫離開。我被傅凌霄禁足，別墅前後一共來了8個保鏢監管我。張嫂嘆口氣：“蘭小姐，您就別為難我了，我就是一個保姆阿姨，也是要養家糊口的。您這個時候要是離開家，我會被傅先生辭掉的。”我氣得摔了3份早飯，給傅凌霄打了13個電話，一直到他將我拉黑。小腹傳來綿密的疼痛，我今天的中藥還沒來得及喝，我不能坐以待斃，嘗試聯繫我爸媽還有弟弟來幫我。喂，姐，大一早別給我打電話，我這正跟美女交流感情呢。你手裡有沒有20萬？先借我應個急，回頭給我妹子換了新車，再還給你。我剛想說話，就被電話那邊妖媚的起立燻得惡心。我弟弟又在廝混，不給就不給，我去找我準姐夫要。電話嘟嘟掛斷，我倚靠在衛生間瓷磚牆壁上，一口氣將空蕩蕩的腸胃都吐個乾淨。我媽媽的電話打進來，劈頭蓋臉給我一頓罵：“你弟弟就是跟你要點零花錢，你不給就算了，竟然還讓傅凌霄直接找到你爸爸告狀，真是不夠丟人的。我養你這麼大有什麼用呢？你都跟傅凌霄訂婚了，還不能拴住他的心。他今早上直接送給文熙哥哥一輛100萬的豪車，咱們也不是看人家東西眼紅，但你這個準新娘在，怎麼一點好處也不給娘家撈？”麻木掛掉電話之前，我呆呆說一句：“知道了。”我媽當年生我的時候，因為我不是個兒子，被我爺爺奶奶好一頓看不起。後來的3、4年中，我爸做洗護生產掙到了錢，在外面找了小三，想跟我媽離婚。恰好我媽2胎有了我弟弟，這才讓我爸回心轉意。他雖然沒再提離婚的事情，這麼多年公司掙了錢，身邊想上位的小蜜換了一個又一個，我媽很不喜歡我，以至於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面，我一直都很缺愛、敏感、自卑。跟傅凌霄訂婚以後，我爸媽跟我說過最多的話就是趁年輕撈好處。我就像是被他們打扮精美的禮物送給傅凌霄。有了我這個軟糯的未婚妻，傅凌霄趕走身邊好多爛桃花。哪怕我知道3年前他跟我訂婚有賭氣的成分在，可我仍然奢望他回眸出處，能發現我的好，願意和我一起經營一個家。但此刻我的小腹陣陣冰涼，昏倒在房間內。張嫂當即給傅凌霄的秘書打電話求救。他什麼時候學會的那些見不得光的小把戲？掐一下人中就醒了。你轉告他，只有陪我做好這個戲，才有資格給我耍脾氣。張嫂無奈，只能給我蓋上厚厚的被子，煮着薑湯，連連寬慰我。後面3天，我都沒有再見到傅凌霄。我哭着求他不要送走我，一定還有別的解決辦法。他冷酷的眉眼微挑。文熙是你的好朋友，你為他犧牲點名譽也不要緊。被嚴防死守的我，像是個即將奔赴刑場的犯人，肚腹間凝聚越來越多的酸痛，一點點隨時間推移而加深。百無聊賴的我在臥房內，一件件剪開給傅凌霄量身定做的西裝、便服，每剪壞一件衣服，我唇角的苦澀淺淺散開，那些寄託在一針一線上面的情絲也漸漸淡去。過往斑駁的剪影裡，傅凌霄帥氣偉岸的英姿也逐漸模糊。上學時，我經常被幾個校霸圍着索要零花錢，一開始是30、50，後來是就是300、500。高年級的學生們胃口越來越大，以至於後面跟我開口要3、5千的時候，我是真的拿不出錢來。被圍攻在牆角的我就像個待宰的羔羊，
一拳一腳落到身上都不敢哭大聲一點。少年時的傅凌霄挎着單肩包從天而降，一口氣將那些人打走。他頂着炫酷的雜毛髮型，痞痞一笑：“別謝我，我今天就是想打架。”我擦乾眼淚，小跑跟上他的腳步，從此就成了他的小跟班。哦，他現在和文熙同進同出，媒體拍到的曖昧畫面那樣好磕，我成了隱藏在角落中的笑話。他看着文熙的眼中滿是星光熠熠，而我暗淡的只能在空蕩蕩的家裡收起一針一線的等待和愛慕。前塵散盡，不堪追憶，舊衣新采，多少愁緒都落寞。跨年夜，傅凌霄以給我辦生日宴會的名義，邀請了很多朋友。他遠遠站在宴會廳外面的更衣室門口，眉眼冷峻：“你怎麼還沒有換衣服？”於墨很喜歡女人穿淺綠色的旗袍，見我臉色不好，他難得語氣和緩下來：“今天只是讓你跟他拍幾張親密照片。”文熙解除跟於墨的聯姻以後，我們就如期舉辦婚禮。這一次，我不哭不鬧，忍着積壓許久的惡心，對上他的眼眸，啪！我用盡全身力氣給他一耳光。文熙尖叫：“蘭綺，你不願意幫我就算了，怎麼還打人？”我慘白着一張臉，下意識捂着越發疼痛難忍的小腹。傅凌霄，我們解除婚約吧。今晚過後，無論結果如何，我都不要你了。我難得一次的硬氣。傅凌霄短暫的失語後，面色迥然。傅凌霄沉了臉，他從來都沒有在外人面前這樣丟臉過。我看你還是過得太逍遙，想做我傅家的太太，還不想為我付出點東西。蘭家人想白嫖的嘴臉太難看，你真是跟你那對貪得無厭的父母一樣惡心。今晚的戲你最好給我做足了，不然我要你們蘭家人破產。他揮手讓保鏢帶我去提前給於墨準備好的房間裡休息。跟他擦身而過的那個瞬間，文熙撲進他的胸口，哭得憔悴。都怪我，給你和蘭綺添麻煩了。一會江邊有煙花晚會，我特意找人給你定制了驚喜圖案，別因為他壞了今晚的好心情。傅凌霄低眸小心翼翼地哄着他，是我從來不曾見過的溫柔。這一場獨角戲裡面，只有我一個人淪陷在他偶爾給予索取中。我害怕失去，害怕等待，害怕他會離我而去。此刻，我才真正意識到，原來我從不曾真的擁有過他一絲一毫的愛，只是偶爾的宣洩，寂寞時的排遣。我傻乎乎在懸溺的弱水中找到一根浮木，將自己徹底淪陷在萬劫不復的境地。25層的高樓之上，焰火點點在沉寂的夜幕閃耀。遭遇事業瓶頸的於墨一身酒氣，推杯換盞中跟一群老狐狸探索新商機。我衣裳凌亂，被綁在床榻間，昏暗的燈光中，聽他走近的腳步聲一點點靠近。等他微醺的頭腦意識到床上多了個人時，開燈一剎那，眾多八卦記者們驟然闖入，無數閃光燈在繁複的水晶燈下綻放，閃得我眼花繚亂。於墨看清楚床上已經奄奄一息的我，滿是驚愕。蘭綺，你怎麼在這？我身下是股股鮮血流出。八卦記者們不肯放過這個熱門頭條，蜂擁而上。於少，你怎麼會和蘭小姐滾床單？你們看起來好激烈的樣子，床上還有血，是不是你還有什麼不為人知的惡趣味？蘭小姐，你是什麼時候勾搭上於少的呢？傅少對你不好嗎？你這樣給傅少戴綠帽子，不怕他對付蘭家嗎？無數光影在這一瞬都失去色彩，只有於墨乍然酒醒，寬厚的手邊沾染猩紅。他紅了眼，快叫救護車。然而狗仔們的八卦心勝過對人命的關注。
酒店房間內被圍得水泄不通，滾滾濃煙從走廊外面狂捲而過。外面有人大喊一聲：“起火了！”大家有序撤離。火勢洶湧，誰也沒想到一個普通的跨年夜晚會竟然會起火。圍觀的人群慌亂無章。於墨逆着人群回到我身邊，迅速給我解綁，堅持住，我送你去醫院。他用濕毛巾捂住我的口鼻，瑩瑩火光中眼裡只有我的安危。我不懂文熙為何要這樣一個好的人潑上髒水。傅凌霄想吞於家家產，文熙想跟他解除婚約，兩個人都沒有用正大光明的手段解決問題，只能暗戳戳用這樣的花邊來構陷他和我。我趴在於墨背上，控制不住的在流淚。如果能活着逃離這個地方，我一定要忘記傅凌霄。再度醒來以後，我在於墨家裡投資的私人醫院中養傷。醫生說我被橫梁砸到腦袋，有淤血，可能會影響記憶。我第一眼見到的人就是於墨，他安靜守在我身邊辦公，噠噠的鍵盤聲讓人略帶安心。我小腹痛楚難忍，朦朧的記憶中，感覺有什麼人被我可以忘記。你是我孩子的父親嗎？我小心翼翼問於墨，他面色一僵，搖頭，別多想。等你身體恢復以後，再專門治療腦中淤血。他沒有給冷臉，也沒有拿出長篇大論跟我理論。我躺在暖烘烘的床上，心裡七上八下，莫名就害怕他跟我算賬。我沒敢說，他應該找我算賬的。我在手裡面翻看不同的八卦，總覺得能夠在這些紛雜的新聞中找到自己被困在火海中的原因。一條斜斜的視頻中，傅凌霄和文熙準備在江城郵輪上共進燭光晚餐，滿天流光溢彩的煙花光芒映照在文熙的臉上，嬌美有幸福。張嫂來給傅凌霄送衣服，傅凌霄見他支支吾吾，欲言又止，滿眼不耐。隔着視頻，我都能感覺到他身上有種一發不可收拾的煩躁感。儘管文熙盛裝出席他們的約會，但他總是在走神想別的事情。張嫂從包裡拿出褶皺的孕檢報告單後，他眼底只剩下一片漆黑，膝蓋一軟，盯着張嫂厲聲問道：“她怎麼可能會懷孕？你整天在家陪她，都沒關注過這些事情嗎？”鋪天蓋地的新聞都在報道傅凌霄未婚妻夜會於家大少，滿床鮮血玩得太刺激，江城鼎泰酒店大火，於墨攔起不知所蹤。兩個詞條熱度都很高，看得我頭疼。面對媒體聲聲質問，於墨什麼也沒說，只淡然公布跟文家大小姐解除婚約的消息後，踏實工作。緊接着，許多營銷號爆出來，傅家解除跟蘭家的婚約。蘭家揚言女兒死得太冤枉，要傅家賠償。文熙的朋友圈裡面也總是會曬出跟傅凌霄的合影。我想他們倆應該是好事將近，可每次一想到這件事，我就無端肚子疼，冷汗猙獰。2個月以後，我正式出院。打算以後幹點什麼？還想回去找傅凌霄嗎？我笑着搖頭，下意識想遠離江城這個傷心地。我想出國讀書，繼續學習服裝設計。你給我做的衣服很合身，到了國外也要多多給我做衣服。於墨臉上掛着欣慰的淺笑，我無端臉熱，心裡格外高興。記憶深處總是個冷冰冰的家伙，穿着我給他做的衣服去找別的女人約會，煩死了。我坐上去國外讀書的飛機，望着飛機窗外面翻滾的雲海，我神思遙遠。此去一別，恩怨兩消，情出自願，事過無悔，往後都是好日子了。在異國他鄉的校園中完成一個又一個心動的設計。於墨邀請我成為他家服裝工廠的高級設計師，
我也成立了自己的個人服裝設計工作室。每次有什麼新出的男裝，我下意識都用它的尺碼做。風風火火1個學期結束後，我拿着設計稿回江城，要去跟工廠溝通更多細節。單身公寓門口卻站着一道挺拔的身影，傅凌霄臉頰消瘦。藍起，你不乖，這大半年你去哪裡了？他的目光落在我空蕩蕩的肚腹上。孩子呢？我們的孩子在哪裡？你不要他了，對不對？留掉我的孩子。轉身勾上於墨，你以為你就能做於家少夫人？我摸摸混沌的腦袋，淡定笑笑。這位先生，你說的是誰？我不認識你。我恬靜地笑，抱着工廠出來的樣板衣服想回家。傅凌霄卻紅了眼，凝視我懵懂的目光，一遍遍道：藍起，你看看我，我是你最愛的凌霄哥哥，我們曾經還有過一個孩子。我歪歪頭，不懂，你是誰呀？為什麼對着我哭？這大半年，我沒穿過一件合身的衣服，我瘋了一樣找遍整個江城都找不到你，你究竟去哪裡了？我想走，被他拉住，喋喋不休道：你在生我的氣，對不對？我明明買通了那些記者們，只讓他們做樣子，拍幾張可以要挾於墨退婚的照片就可以了。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將你和於墨的視頻剪輯出來。你給於墨做了那麼多漂亮的新衣服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最近每次看到他衣冠楚楚跟人家談合作，心裡都跟長了根刺一樣。我搖搖頭，將腦海中說不出的苦澀趕走。如果你需要我給你單獨設計服裝的話，需要在我的工作室那邊排隊預約。目前的訂單已經做到半年後，你還是後面再來吧。傅凌霄瘋了一樣拉着我的衣袖，紅着眼：不會的，藍起，你不會就這樣離開我的。你以前那麼喜歡我的，你還記得小時候，你被學校的小混混堵在牆角裡面勒索要錢，是我幫你出手趕走他們的嗎？我頓住腳步，十分不耐：這位先生，你再糾纏我，我就要報警了。我乾脆喊來小區保安，拉走傅凌霄。他滿是震驚，仔仔細細觀察我，確定我對他只有厭煩之後，他不可思議問道：藍起，是於墨那個瘋子對你做了什麼，對吧？我沒再理會他的追問。或許吧，我最近過得比較開心，午夜夢回，總是覺得腰腹間有嫣紅的鮮血流出，被壓抑在我內心深處的痛苦記憶就要復甦。我真的不願意再讓自己好不容易忘記的那些傷痛將我侵蝕。第二天，我就去找專業的催眠師幫我清除那些不愉快。催眠師耐心提醒我，忘掉記憶的過程會很痛苦，問我是否仍然繼續。我在知情同意書上簽字，無比確認我現在很好，不需要那些舊人舊事來打擾我。傅凌霄在我的工作室下定制婚服西裝，我看到他訂單的第一反應並不大想做，尤其是文熙打着是婚紗大小的名義頻繁來店裡看我工作。藍起，你怎麼這麼不要臉？為了錢還能給情敵認真做衣服，真是為難你了。你究竟有什麼魅力，能勾搭的凌霄哥一直念着你？還有於墨，明明他們家股價跌到谷底，都快要破產了，為什麼一跟我解除婚約以後，公司又活過來了？他記恨的眼眸催淬了毒，我忍着後腦勺針扎一樣的痛，不想搭理他，但他一直在我耳邊嗡嗡嗡。你知不知道，你那只死貓竟然敢撓我？我一氣之下把它關在籠子裡面，足足1周都沒餵食，活活餓死了。啪！一聽到他在虐待小咪，我心口頓痛更甚，下意識一巴掌狠狠扇在他臉上。滾！你不要出現在我面前！喵！熟悉的小貓呼聲若隱若現，我覺得自己有些分不清現實和夢幻。
竟然聽到了小咪的聲音。一抬頭，傅凌霄穿着黑色大衣，寬寬大大的衣袖中，一隻皮包骨的小黃貓就在他懷中。我推開文熙，連忙上前奪過小咪。瘦了一圈的小家伙在我懷中嗚嗚委屈，我心中酸澀，眼淚就忍不住掉下來。傅凌霄壓着嗓音：“你來幹什麼？我不是讓你回去反思自己嗎？你怎麼跑出來找藍起的麻煩？”文熙，我對你已經仁至義盡，你不要再打擾我的生活。文熙夾着嗓音低低道：“凌霄，你不要這樣對我。自從藍起出事，你就再也沒跟我好好說過話。我真的不知道那些記者為什麼會把藍起和於墨上床的事情都發出來。求求你，看在我們以前很要好的份上，不要再打壓文家了。”傅凌霄巋然不動，仿佛將一切都看在眼眸中的犀利。哦，你不說我都忘記了，當初是你主動回來跟我說於墨有家暴傾向，不想跟他結婚。後來怎麼着？於墨釜底抽薪，解除婚約以後，你最近又巴巴地趕回去，這算什麼？兩頭押寶。我沒興趣聽他們那些家長裡短的聲討，早早下班，帶着小咪去重新購買寵物用品。傅凌霄卻再度追上來：“藍起，我們結婚吧，我們還會再有孩子的。我準備了你最愛的水晶鞋，你可以重新做回我的公主嗎？”她帶着少年般的眷戀，耳朵間沾染晚霞的绯紅。你離開以後，我才知道自己是喜歡你的。啪！我左手抱着貓，右手穩穩扇他一巴掌。傅少現在清醒了嗎？我已經忘記那些事情了。你為什麼一直要糾纏我呢？我現在有喜歡的人，也願意每天都給他設計新衣服。至於你，真的比不上他的一根手指。他怔愣在原地，從來都沒有人這樣打他的臉。我的身體本能地害怕他陰沉的眼眸，但我直挺挺站在他面前，覺得自己沒必要看他的臉色過日子。走得飛快，於墨不知道什麼時候跟在我的身後。他帶來一塊小蛋糕，不知道你喜歡什麼，就給你買了草莓蛋糕。霎時，我心底的煩惱都沒有了，有他在身邊的安全感總讓我很踏實。我迎着夕陽的餘暉告白：“於先生，能不能給我一個喜歡你的機會？我們算不算生死之交？”我望天望地，就是不敢望着他。於墨湊近我身邊，悶悶道：“以後我只穿你給我做的衣服。”雖然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對他動心，但我總覺得我們好像那種生活在一起好久的老夫老妻，明明跟對方都有滿腹心事，可總是莫名的熟人。小咪在我懷裡嗷嗷叫，於墨開車穩穩送我們一起寵物醫院。傅凌霄的車子就像是賴皮狗子一樣瘋狂追逐我們，於墨穩中求進，沒有給他一點可以追上來的機會。我目光沉沉，有些頭痛，胸腔中壓抑着苦苦糾葛的感情被牢牢封印。當晚，於墨留宿在我家裡，我給他細細量體裁衣，寬闊的肩膀前結實的肌肉不算很誇張，薄薄一層又不過度瘦弱。我心裡有些抵觸那樣的親昵，但事後又羞恥地忍不住去回味。於墨很會，他怎麼能那麼壞，那麼會將我逼到床榻一角？明明額頭滿是細密的汗珠，卻還要耐心詢問我可以嗎？我輕輕咬住的紅唇被他撬開，他已經身體力行將我逼瘋，卻還要親口聽我說那一句我也要。傅凌霄不知道從哪裡來找到我的電話號碼，一遍遍瘋狂打擾我們的好事。小咪懶洋洋翻個爪子，不小心按到紅色按鈕，再按一下，我手機關機。於墨看到自己藏青的西裝上面漂浮的橘色小毛，哭笑不得，很自然地拿過粘毛器刷刷刷。我懶洋洋貓在被窩中，想賴床，
腦海中卻不經意間想起一個晦暗的畫面，同樣是歡好結束，那個冷冰冰的男人卻只會跟我說一句：有了就打掉，最好別有。我抱緊自己，想休息一天。於墨卻在微博上面公開了一張照片，夕陽剪影下，一高一矮的兩個人並肩而立。他說：往後只穿你做的新衣。我抱着小咪在明淨的窗前哭了好久。遇到一個可愛的人，就是會變得脆弱吧。傅凌霄就像是從陰暗角落中爬出來的魔鬼，瘋了一樣給我送花、送貓糧、送名貴布料。鮮花被我分給工作室的其他同事，貓糧也投餵給辦公室樓下的流浪貓狗。得不到回應的傅凌霄紅着眼，來圍堵我。於墨把我牢牢護在身後，語氣和緩：當初是傅少將未婚妻拱手相讓，怎麼現在又後悔了？我和藍綺準備領證了，傅少還是保持點最後的風度吧。為什麼？我滿腦子都是你，藍綺，你如果不回來，藍家就等着破產吧。傅凌霄還是那樣陰鸷，仿佛全世界都欠他錢。我輕輕點頭，藍家人有自己的命運，我不方便去過度干涉。於墨，我們走吧。我拉着於墨走進民政局，拿到紅本本那一刻，我忽然覺得有些釋懷。不論過去怎麼樣，如何痴纏繾綣，只要那個很好的人願意守在我身邊，我總會過上好日子。半個月以後，藍家破產的消息傳來，我爸媽還有弟弟找到我，想讓我出錢給他們。我給了他們1年2萬元的養老費，攤手，沒有更多了。你這是打發要飯的嗎？怎麼才這點？我弟弟發飆。我點頭。當時我被傅凌霄弄得聲名狼藉，命懸一線，你們誰也沒有過來問候過我呀。我讓阿姨送客，剛結婚，事情有點多。於墨在陽台餵貓，我想起以前那個討厭鬼從來不會摸一下小咪，愛屋及烏。哪怕於墨自己本身是個怕貓的人，也會很用心地幫我打理小咪的一切。我和於墨蜜月旅行的時候，傅凌霄在夜店傳出 PC 的事情，他被行政拘留期間，於墨直接搶了傅家的項目。秘書跟於墨說這件事的時候，臉色很不好，圈子裡面都說那姑娘很像太太，不知道傅凌霄究竟還想幹什麼。於墨輕輕仰起頭，起風了，傅家該破產了。我在慌亂的夢中睡得不安穩，迷迷糊糊問於墨，從什麼時候開始喜歡我？他牽着我的手，認真道：老婆，我一直都很羨慕傅凌霄身邊有個小跟班，你給他做的衣服都很帥氣，我也想要。於墨沒有說的話是，最近文熙總是若有似無地勾他，被他拒絕了。跨年夜那晚，如果文熙沒有聯合外人給他設局，趁機侵占他的財富，他也會跟文熙結婚，好好過日子。可總是有人很貪心，想要更多，這樣陰差陽錯，藍綺就這樣出現在他身邊。他先是喜歡他用心做的衣服，才漸漸喜歡上軟軟萌萌的他。我躺在於墨身邊，聽小咪在一邊打呼呼，心裡暖暖。我最近學習了刺繡，想做一些新花樣，到時候你會更帥氣。我們誰也沒有再提起傅凌霄和文熙。在這一場交錯的愛情博弈裡面，無需再過度計較曾經的得失，我更願意專注地過好每一個當下。後來，傅家真的破產了，如願成為傅家少夫人的文熙卻跟着背上了千萬負債。有人給傅凌霄設局，只要讓文熙去陪對方出門應酬，就能獲得豐厚的資源。傅凌霄陰沉坐在文熙面前，將一碗不知道什麼的飲料強行灌下，送他上車。我嘆息，涼薄之人，不堪托付罷了。文熙現在所經歷的一切，
都是我曾經經歷過的，而現在我已經不在乎他們如何內訌，只想順利生下我和於墨的孩子。往後春光燦爛，雲消雨霁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